来了啊！又到了我们喜闻乐见的挑战项目环节 ，AAT 2.0的骑士柱子，它这回又出了一个精图版，盒子上面写着 AAT 02M。纸品方面，说明书、人物卡，该说不说，别看人 AAT 变形复杂，说明书是够厚的，而且正反面都有，指示的还是比较详细的。配件内容：大枪，这回是全上漆的版本，很漂亮了。大宝剑，这回上面也全部上了银漆，还有一个剑扣子可以背在后背用。这个剑是真的漂亮，看握把这里的一些刻画，骑士的徽章，这些细节，还有赛星文字，刻的都是很精美的。不过你看看这个剑尖儿杵的这脏不拉几，就怼粑粑上了。这梅林之杖。之前的版本它就是个塑料的原色，这一回全部上了银漆之后，这些细节看起来也更加精致了呢。手臂上的臂刺金银色的分色，上面还有一些脏脏的效果，这个尖儿特别的尖，小心一些。其实配件里边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大盾了，火焰纹这些涂装刻画都很细啊，上面也有一些做旧的效果哦。这玩意儿不是怼粑粑上了，这就是做旧，跟这意思是差不多的啊。前边的3管枪口，还有一拉，盾牌就可以跟这样炸开，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里边这些像是模仿出来那种机油的油污感。还有一颗替换头雕，这个也是全上漆的版本，眼睛其实还点缀了一点点的颜色啊，像是紫色的那种感觉。现在玩具上面自带的是半拉红色的那个，被扇了一巴掌啊，就有点变邪恶柱子那意思啊。不过这说白了，这变武剧本后来是不是烂尾了呀？后来擎天柱咋地了呢？以及它的嘴板替换表情，这些纹理刻线做的都是非常精致的，而且有了这个漆面效果以后很好看啊。AAT 的柱子变形复杂归复杂，但是你看这个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尤其2.0版本改进了变形的逻辑之后啊，车顶的这一块也没有1.0切的那么的稀碎了。做工方面我觉得还不错吧，如果说你卡扣这些地方变形严丝合缝到位了的话，这个车还是挺平整的。电镀轮毂、橡胶轮胎，推车滚动吧，一般般，不太行，因为下边这里边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磨地，它这个轮子距离地面太近了。后边拖挂的部位，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整件上漆的。如果说第一个版本啊，普通版的时候，让人感觉啊，漆面缺了很多地方，大部分的灰色零件都没有上漆，有碍观瞻。这一回，所有的零件基本上都上了漆，还加了一些做旧的划痕，以及那种自洗的效果，所以这个质感摆在那里是非常强的。包括车头这一块大面积的电镀进气格栅，很漂亮。上面的这些火焰纹，但是吧，这个车门位置，看这个地方，我一开始觉得像是什么漆没干透，然后就变形了，等于件儿叠在一起粘住了，把漆皮儿给损坏掉了。但仔细一看呢，和它连接的地方也并没有多余出来的漆块，难道这个位置是故意做的？不太清楚。另外一侧这儿没有，但这儿会多一块，我估计是为了做的这种旧化效果吧。包括它车顶上边这种亮蓝色啊，上面还会有一些黑色的脏不拉几的感觉。所以这一套的金属涂装版本啊，这个车型放在这里是真的漂亮，尤其对着光看闪闪发光的，漆面的效果质感都非常的强烈。有一点是啥呢？我觉得这个红它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艳，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偏紫的感觉，应该是在这个蓝色的底色上边，下边没有再上一道底漆，是在蓝色的上直接刷的红色，所以印出来会有一些发紫的感觉，也导致了这个红色偏暗。冲突的玩具主要还是看配色，我们来直接变形吧。首先第一步，保险杠下边这里有一个电镀的圆点儿，顺着这个地方用点韧性往里压，拖出来这个卡点的位置。然后一瞬间这个地方就解松掉了，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卡扣，把这里拉松，然后后边这里有一个环状的结构，我们把它脱开，
下方这里拨松了以后啊，上方的车顶子位置这里有一个挂钩，我们就可以把这儿稍微的拆开，拉松，腾出空间来。腿部下方这一片扣子拆松，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前轮连带侧面的这一条，我们先转过来。车尾部顺这里边掰开，左右这里搭着的一个钩子，先掰这一侧，这样顶开，打松，在脑袋后方这里连接着2个方卡扣，小心一点啊，这个卡扣还是比较细的。然后2个膝盖中间连接的卡扣，好，全部解松，脑袋也就释放出来了。这2个位置和后脑勺这2个方块的地方。很纤细，要小心。脑袋我们先让开吧。我们来仔细看这一条腿部的变形，这一片银色的小片儿先归过来，然后后边的这一块保险杠根部有一个插扣，把它打松，展开，接着把这一片中间这里拉开。哦，下方这里有一个插扣，插的还是挺紧的。顺着这个双关节把它挑起来，然后根据这一块旋转，转过来之后，再把里边的这个装饰片提起来，旋转个180度，放到这面来。明显看到侧面这里这2个卡是要定在一起的，但是别着急，先把腿拧一个90度，把这腿肚子转到后面来。这个卡扣先归上，侧面的这一片打开，现在还锁不住着呢啊。车头位置，我们把这个大灯下方连接的卡扣打松，打松，哎，腾出来以后，把上方的这一条旋转过来，从里边翻出一个装甲片造型的零件，刚刚好跟这个造型嵌合住，把它旋转180度贴上去。顺着这一面贴上来，这里边会出现卡扣，跟它结合挂上。哎，这个时候让开这一条跑道，就可以把这一面装甲再贴上，包成这个圆圆的肚子。翻一个个过来，注意前方的小腿板零件，侧面这里的2个卡位。根据双关节错上来定好，外边的一侧在这个板子下方有一个暗扣，找准了，把它扣回去。哎，小腿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密合好了。接着脚丫子的这一片，我们先把这个零件横转过来，里边的插扣打平，插住之后，再用前方的这一块一个方槽落在这个凹槽上，成一个夹角，勾住它。脚丫子转过来，注意看前方的脚尖儿打开，顺着这半拉拼过来，旋转一个90度，翻下去。然后这一片我们往回窝，根部这里先把它拉长，旋转，边旋转这个，再边旋转这个，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从底下看，这里都对齐了，是一个平面。从侧面这里看是一个圆弧的过渡，这脚后跟就做出来了。注意根部这里还有一个滑槽要往上推，把它推平。轮胎侧面这里落在这个装甲的凹槽里。在根部这里还有一个小缝隙的滑道，在这个轴的下方啊，揉着点劲儿把它往里推，哎，听到嘎巴一声，葫芦锁的位置就定好了。再往回折，再往上抬。把这些电线往下顺一顺，裙甲顺里边，双关节提上去放好，还有一个小尖儿别忘了，折上来贴平。双腿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打开腿部中间的关节，哎，以一个180度的姿势叉开腿放下来，还得让过后屁股夹，后屁股夹这个时候就可以贴上去了。我们把这齿轮关节往下掰一掰，然后顺着里边的根部双关节折回去。
往上处理之前，顺着腰部的这个转轴关节，我们可以稍微的往上提一道，把车头这一块立起来。前方这里顺着进气格栅又有2个蓝色的扣点，把它拆松，稍微的错开这个双关节。注意边缘这里还有一个电镀的小边儿，把它折一下。这里先变完了，要不一会儿该忘了。侧面的这2条，顺着这里边抠开，这里先抠松。2条手臂，顺着侧面这里的2个扣子打开，让出来。这半拉旋转180度，两面都变过去。好，放在这儿备用。提上去，继续往开拆胳膊，在红色的零件边缘这里还和胳膊有连接的扣子，打松。另外一边在大概这个位置抽松。前裙甲这个时候2条胳膊解放开了，它才可以钻出来。在变形车型的时候啊，等于是夹在这个缝隙里边的。它的尖儿是超出来这个头的，所以这里需要注意，你必须得拆开，这个时候才能把前裙甲放下来，左右打开，从里边把这2个肩膀侧面的造型零件先翻出来，腾开更多的空间。然后胳膊我们往开拆的时候啊，注意车顶的这一块全部呈现一个炸松的姿态。下一步变形之前有几个点一定要注意啊。首先，车顶这2条缝隙你有没有炸松？其次，胳膊侧面这里2个扣子有没有掰松？当这些地方检查都没问题的情况下，把这一块电镀的窗眉折开。好，最难的一步来了，我们要边张开边往出掏肚子里边的所有东西，把这一坨从里边翻出来，哇！剩下的部分不太容易看到，我先把一半变出来。主要注意这一块肩甲的位置，在这个尖儿和上方连接着一个卡位，顺着这里的扣点把肩甲调松。这个是关键的，不论是车变人还是人变车，这个扣子一定要记得。好的，卸松之后，翻到外侧的这个门板来，注意看，根部这里有一个插扣连接，把中间的这一块方块的位置先解松，然后往长拉一拉，拉松之后没啥问题了。双关节我们往上翻，这些零件我们先往前挪一挪啊，翻上来这一块现在起到一个贴平，把这一块板子折叠一下根部的3段转轴，其实也挺好叠的，对准上面的卡槽把它固定，结合住这片先耷拉在这儿啊，先不锁定，放一下。肩膀外侧这里把肩甲挪开，顺着这个位置的卡槽挪开，解锁开根部，然后根据这个双关节磨盘旋转，转到头蓝色的卡位跟这个凹槽再进行结合，定上，扭正，后边这块半拉烟囱90度折叠放过来，肩甲这个地方的双关节往上勾，整条胳膊顺着肩膀根部旋转180度，手腕这里有一点点拉长的关节，把它抽出来。车门这一片上下这里有一个拆分，打松，这一片挡肉的位置180度折叠贴进去，然后往开先掰一下，窗户眉这里稍微的旋转一点点，旋转往下腾开空间，再把上边的这一条拆开里边的卡扣，往里叠，
叠进来的时候就有讲究了，双关节往下窝。这个时候把肩膀那个滑槽的位置往里缩一缩，缩进来之后看到这两个圆豆，蓝色的对准后边的孔。在整理肚子这块的时候，有一个关键点需要注意，前方带有驾驶的操作面板的这一片，我们先把胸甲挪开，腾出更多的空间。方向盘根部这一条整个往下拉，这里是一个滑槽，拉到最底下，腾出来。接着我们往上旋转，注意根部的这个轴，这里还有一个滑槽，拉开，卸松，完全的拖到根部。好，使点力啊！再顺着这个位置旋转过来，注意根部方向盘别别到。旋转过来之后，把这一片贴平，这两个放下来胸肌。这个时候再把根部这里提上去，注意它的下方这里是有一个小锁边的，特别小的一个锁扣啊，尽量还是要把这个锁扣也对上。背后这里的烟囱上下有两个滑槽，我们把它都推进去。注意在根部的边缘有一个搭着的钩子，我们掰松一点点，稍微往里折一下。这个时候，侧面的两个蓝色的角度拨开一点点，盖上来，顺着这个凹槽把蓝色的面板贴进去，脖子和顶盖位置这里两个大插扣固定。先把这块背后锁一下。下一步的关键点，调整这两块红色的面板。注意啊，一定要往里塞到什么程度呢？侧面这里会出现一个小的方卡子，跟刚才我们折叠过来的这一块烟囱根部一个凹槽结合，定在一起，这个才算结合到位。另一边也是，就这个小方点儿，这么点的一个边缘，跟侧面这里找准，定位。插好了以后，这两片结合成一个 V 字的造型，90度折过来。顺着刚才的这两个凹槽和腰间插上，这两片的位置在原色版的时候就特别难固定啊，而且拔的时候也很紧。这一回金属涂装版本好像把这个地方稍微修复了一下。现在我们就把腰部的这个框子给框出来了。往里边放的时候，注意这些零件的位置关系还是比较讲究的，小心一点点。你看，窗户眉和前方这一块的一个层次错落，然后整体的装进去，来回的调，对着缝儿，插进去之后，腰部侧面这里左右有4个扣子，把这里的缝隙全部对齐，捏起来是这样的效果。接着腰部前方错位的地方往前推一下，这根部有一个非常小的滑道。脖子正面这里，刚才我们锁过来的地方，这里有2个插扣，连同一个钩子，完全的咬齐。侧面这里的2个圆豆往回归的时候，也就可以跟领子的部位进行结合，在这个位置的卡扣，对准，脖领子折好，然后用这2个边儿勾住蓝色零件的边缘，刚刚好有一个凹槽掐着它。肩胛摆好位置，最后一步，胸大肌扭过来，遮挡住板子的边缘。那么好 ，AT 的骑士擎天柱 2.0 又是挑战成功的一天。哇，这个变形过程真的是太复杂了。其实车变人的情况下还好啊，人变车需要密合的东西时间太长了。总结一下吧，其实这个模具在之前的原色版里边介绍的已经很详细了，这一回重涂完了以后，主要是全身的这种金属漆闪闪发光，确实非常漂亮。换来的是没有想象中的变形那么复杂，因为我们想象当中啊，上了很多的金属漆以后，板件变厚了，卡扣变厚了，变起来会紧一些。但是没想到啊，它这回反而修复了之前比较别手、比较难拆、难卸的那些扣子。
体验上边来说，我觉得会比原色版要好很多吧。毕竟喜欢电影的玩家们看的就是一身这样的金属的涂装，以及全身的零件都在变形的这种跃动感吧。确实，这款骑士柱子从它诞生之日起争议就非常大，在把玩体验上边根本就没有什么乐趣享受而言。但这么复杂的变形结构换来的是人形和车形两个形态兼顾的非常好啊，尤其在人形状态下，各种细节、各种面板的刻画，包括它的后背处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没有一丝的拖泥带水，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腿的位置可以说是把车头的里外面的零件运用到淋漓尽致了，而且还能保证下来骑士柱的那种圆润的腿部曲线过渡。但问题依旧是这个脚踝站立的太晃悠了啊，根本就站不稳。你像脚踝这里，这就不属于做工的问题了，这个是设计根源的问题导致的。你看前脚掌这一块折下来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锁定位置，也是为了这一块的一个变形韧性吧，所以这里换了尼龙的材质啊，虽然说不易损坏了，但是它的虚位范围也更严重了，所以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美型方面，我觉得 AAT 的这一款毋庸置疑，就算不拿武器各个角度放出来，在可变形的骑士柱这个题材范围之内，这一款的美型程度也是兼顾的最全面的。当然，我相信也有玩家会说啊，要美型为什么我不选一个30不可变形的呢？说这个话肯定是不了解电影党的需求。变不变形是我的事儿，能不能变形是你的事儿。所以呀，在电影圈，尤其擎天柱这个题材，大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能把电影里边的每一个细节、车上拆下来的每一个零件、真实的传动、液压的连杆这些都运用上去，那才好呢。变形多复杂，才能更展现出来电影里边那种机械美啊。但翻回来再说啊，骑士柱这个题材其实跟之前的3部曲的造型不是很搭嘎，因为它后边这种偏圆润的盔甲造型啊，本身已经脱离了原先1、2、3部曲里边的那种就像真实戏一样的那种机甲零件变形的感觉。所以呀，这个题材也是最难设计的一个行列。AAT 的这个设计师，我觉得一直对于骑士柱是非常执念的。他不仅改进了，还重涂了。原先的第1代版本推出的时候，简直就是哀鸿遍野。我至今为止依旧把那个东西当成一挑战项目啊。但 2.0 的模具已经相对来说简化下来不少的变形结构了。就算如此，它在变形金刚领域里边还是很复杂的那一种。如果说在变形难度上边以10分制的话，这个也会能达到8到9分的级别。再加上 2.0 的做工模具精度其实是要比 1.0 增强不少的。这一回主要是这一层涂装下来以后，让整个的人形表面的这种闪闪发光的漆面质感非常的强烈。很多玩家我看反馈啊，对于 2.0 的最初版本其实抱怨更多的不是它的变形逻辑，因为很多玩家都不变形，抱怨的是它的漆面。本身来说你就是以美型为主嘛，但最后呢，你涂装涂出来素不拉几的，甚至有的一些零件根本就没有上漆。其实这种做法是要比 MPM04 更要可恨的。MPM04 好歹还上了一半嘛。大面积的灰色水纹是玩家抱怨的主要原因，而这一次呢，全金属涂装下来，几乎每一个零件都上了漆，可以说达到了95%以上了。没有上漆的位置呢，也就是在这些关节轴的里边，所以呢，也是不太明显的地方。主要的表面上边上了漆，这个质感瞬间就上升了一大截呀，非常非常的漂亮。说好听的，听取玩家建议之后出来的精涂版本，暂时更加的美观，但不推荐把玩。说不好听的，这个就是妥妥的背刺出版玩家呀，对不对？所以呀，也能想象得到这种做法，玩具推出以后，在玩家间的口碑应该是如何的炸裂啊！但是就产品的素质来说，那这一款肯定是更加的漂亮了。那么得嘞，这一套 AAT 2.0 的金属涂装柱子，大家对它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我们这一期就玩到这儿吧。